你是不是也曾因为想太多而向这个世界道过歉？朋友一句无心的玩笑，你却反复思考而失眠时，你在心里对自己说，对不起，我太敏感了。做决定前，你因为需要考虑所有细节而犹豫再三时，你对别人说，抱歉，我比较龟毛。当你因为察觉到空气中微妙的情绪变化而变得小心翼翼时，你又在心里默默地说，对不起，我又想太多了。想太多好像成了一个需要被修正的缺点，一种跟不上世界节奏的内耗。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份深刻的思虑不是你的负担，而是你与生俱来尚未被发掘的天赋呢？这份深思熟虑的习惯往往源自于一颗从小便努力想让一切都安好的温柔之心。小时候的团子就是这样。有一次，全家准备出门旅行，大人们都在兴奋地收拾行李，只有团子反复检查着门窗、瓦斯，还不放心地把家里盆栽的浇水计划都写在了小纸条上。爸爸笑着说，傻孩子，你想这么多干嘛？有我们在呢。从那一刻起，他好像隐约觉得，想得周全似乎是一件多余的事。在学校，老师提问，别的孩子都立刻举手，只有团子总是在脑中把答案的各种可能性都想过一遍，才敢怯生生地举手，却往往错过了最佳时机。久而久之，他开始相信想得快才是对的，而自己这种想得深的模式是一种格格不入的慢。为了跟上世界的脚步，他也曾努力让自己不想太多，却发现那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焦虑和疲惫。他从未意识到，正是因为他的慢与深，家里才从未发生过忘关水电的意外。正是他的谨慎，才让小组的报告避免了许多可能的错误。他的这份特质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身边的一切，却从未被真正的看见与肯定。如果你也和团子一样，拥有一颗停不下来的深度思考的大脑，现在是时候停止道歉，并重新认识你所拥有的力量了。高敏感心理学家 Elaine Aron 博士的研究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近1/5的人都拥有你这样的高敏感特质。你们的大脑天生就设定为深度处理模式，这不是缺陷，这是一种独特的作业系统。别人看到的是树，你看到的却是整片森林的呼吸，是树叶上露珠的纹理，是阳光穿过枝桠的光影变化。你的想太多，让你拥有非凡的同理心，能轻易捕捉到他人未说出口的需求与情绪。你的想太多，赋予你卓越的洞察力与风险评估能力，让你比别人更能看见事物的本质与潜在的问题。你的想太多，更给了你一个无比丰沛的内心宇宙，让你在艺术、文学、音乐中能获得比别人深刻千百倍的感动与创造力。世界需要走得快的人，也需要看得深的人。你的深度就是你的光芒。所以，请不要再试图关掉你脑中的声音。你需要做的不是消除它，而是学会与它共舞。当思绪来临时，为它准备一个温柔的空间，一本笔记本，把那些盘旋的想法写下来，你会发现，它们不是可怕的怪兽，而是充满灵感的宝藏。从今天起，当别人在说你想太多时，你可以在心里骄傲地回应，是的，因为我看得见你看不见的风景。在这里，你永远可以安放你所有深度的情绪。